Hi,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呢，我真的是带着既激动又兴奋的心情哦。因为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塔罗牌呢，是我个人非常之喜欢的一副塔罗牌哦。那这副塔罗牌严格说起来，它并不是刚上市的塔罗牌，因为在去年呢，这个作者Chris Ann 就在美国最大的募资平台上面Kickstarter 开启了这个计划。那当时呢是制作全球限量版的一个精装的一个盒子，非常的漂亮哦。不过当时我完全不认识它，所以我也没有赶上，就非常的相见恨晚不过在这个计划结束之后呢，今年初这副塔罗牌它又以瓶装的形式再度印制，然后再度销售在这个市场上哦。好，那所以我手上这个呢，它是瓶装版的啊。好，那我真的是收到这副牌也一阵子了，不过一直都没有把它打开来，因为我为了要拍这支影片哦，那我非常的迫不及待，好，真的是等不及了。那我们就赶快来把它拆了吧。这副塔罗牌的名称呢是 The Light Seers Tarot 中文有人叫它光之先见塔罗牌也有人叫它光之抉择塔罗牌。那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看到光的人这样的意思The Light Seer。它这个牌盒非常的厚感觉就好像里头装了很多东西一样我们来看看它里头有装了什么呢？首先，一如往常，这个是说明书。这个说明书它非常的厚看来这个牌盒会这么厚，说明书占了非常多的、非常大的比例看看这个有几页，170、182、83、84，将近200页黑白印刷当然这是牌意的解说。作者呢还给他的这个牌卡正逆位取了不同的名字正位的时候叫做 Light Seer， 那逆位的时候呢叫 Shadow Seer 一个是看到光，一个是看到影就是光明跟黑暗的两个相反的东西那么牌卡本人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可惜，当初呢真的是不认识他，因为我在网络上有看到有开箱那个它的限量版它的纸质好很多，也厚很多。那边边呢，是不像这个就是一般的牌卡的纸它是镀上绿色的，而且它的纸质也很厚比这个还要厚。这副牌我真的是在网络上看到有人使用，然后我真的是对它一见钟情很快就立刻把它买回来那因为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牌，所以呢，待会我想我应该会很仔细、尽可能的去介绍它。我们一样从 Major Arcana 大阿尔克纳牌第1张开始的富偶愚者。这愚者是一个少女，她站在悬崖上并且是背对着悬崖。悬崖底下呢，就有一个神圣几何的图腾，这个图腾叫做生命种子生命种子它是生命之花的最小单位也有人认为这个生命种子呢，它是上帝花了7天创造世界的一个浓缩，那它有新生开始这样的意思我们其实可以在许多古文明的建筑里或者是绘画当中看到这个图腾包含古埃及希腊、罗马，甚至于中国等等都可以看得到。愚者他就要掉到悬崖下了，不过他的神情非常自若，一点都没有害怕恐惧的感觉。他手上握着的紫水晶跟权杖会指引他，并且保护他。
我很喜欢这个牌的字体哦，它不是一般电脑打上去的那种字体，它反而比较像是手写亲笔签名的那个感觉，而且它不是很中规中矩的摆在画面正中央，反而是很随意的放在一个角落。接下来 The Magician 魔术师，这个魔术师他是一个年轻人，坐在2个世界的交界处。上面这个世界呢是光明有秩序的，不过底下的世界呢是混沌杂乱的。魔术师2只手使着魔法，要把这2个能量融合在一起。而且我们可以在他的兜帽上面看到，这也是一个无限大的符号。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这个女祭司刚好就是这个塔罗牌牌盒的图样哦。那女祭司呢，她是双眼闭上的，那么她头上这个像是星空夜晚两边呢这个是白昼这是2个阴阳它们相对立的一个能量。那女祭司头顶上呢顶着这个上弦月她眉心之间呢似乎是有第3眼能够看见真理跟智慧。The Empress 女皇，这个女皇就是一个非常大地之母的设计她的头上呢有点像树枝在发梢还有那个她的嫩芽，这个就像海潮一样受到月亮的牵引那的确女皇她有那个怀孕的形象那在她这个怀孕的肚子上呢画的是一个地球那这就表示说这个大地之母对整个世界的一个爱还有孕育跟滋养。The Emperor 皇帝，这个皇帝他坐在火星上面这是非常十足的阳性能量。那他脚下这个地板呢就像是西洋棋的棋盘那手里还拿着一颗棋子表示他可以掌控全局。那墙壁上呢这边这个饰品这个挂饰是一个羊的头因为这张牌它对应的就是12星座的牧羊座。接着 The Hierophant 祭司，这个祭司看起来不是很像宗教人士他一派轻松坐在地上后面呢有一个阶梯，这个阶梯它通往天顶那在中原的地方呢有一道光芒，并且这个是曼陀罗的一个样式那曼陀罗呢它也是神圣几何图形的一个变化型那这个祭司他就像是坐在一个人间跟天界的一个交界处那他既是一个看守者他也是一个指引者那更是2个不同世界的一个连接。6号 The Lovers 恋人牌，这个恋人呢他们显然是不同的人种那在这个女生的手臂上面呢有一个爱神之剑的刺青。The Chariot 战车一样是一黑一白的2匹马拉着这个战车这是相反的2个能量。Strength 力量，这张力量牌的那个图案真的是非常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小女孩，她半边脸呢是她自己，不过另外一半边脸呢却是一头狮子这个狮子呢它象征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个黑暗面当这个黑暗面占满了全部的时候控制它整个人呢这个前面这只小绵羊就性命不保了那当然如果说它能够把它内心的光明面跟它的黑暗面取得一个平衡的话，那么这只羔羊呢当然就是平安无事那这个就是代表着一个我们内心的2种不同一正一反能量的一个平衡。The Hermit 隐者，这隐者是一个少女她沿着山边的小路走到山顶上不过她原本提着的那盏灯呢已经被她放在路途上了
他最后发现，其实他根本不需要灯，因为呢，他的心自然就会发亮啊。只要你能够清楚自己的方向，那么你也就能够找到答案，也就能找到指引。The Wheel， 这个命运之轮，它就叫 The Wheel 啊。这个少女她站在命运之轮上面哦。这命运之轮是由许多那个赌场的筹码所构成的啊。那她身上戴的这个项链呢，还是骰子啊，就像表示说我们的命运像赌博一样哦，你可能会一夜之间突然致富，那也可能会一夕之间就倾家荡产啊。这就像我们的命运一样啊，你好像什么都不太能做啊，你只能够交给命运，相信它，或许它会给你带来好运，不过呢，它也有可能会给你带来坏的消息。Justice 正义，这位女孩呢，她闭着双眼，手里握着是武士刀，这个武士刀是相当锋利的哦。那两旁呢挂着金属的容器，假如说这个女孩她稍加不慎的话，这个容器就会被这锋利的武士刀割断，然后掉落哦。那底下呢，这个是她的倒影，我们可以发现她的倒影，她的双眼是张开的啊。那这就表示说，当我们面对人事物的时候，如果我们透过的是自己的双眼去看待的话，那就很容易会因为自己的主观意识，所以呢就显得不够公正啊。那当我们不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加诸到人事物上的时候，才能够做到绝对的公平哦。The Hangman， 倒吊人。这位倒吊人是一个女孩，她正在做空中瑜伽哦。那空中瑜伽看起来算是好像是很辛苦的一个运动哦。不过实际上呢，她是在砥砺自己，磨练自己哦。那就像倒吊人一样，她必须要经过一些苦难才能够有所成长，有所启发。Death 是神。这张 Death 的标题很不一样哦，它写的是 Death and Rebirth， 而且这个 and 呢还是一个无限大的符号哦，那就很直白的告诉我们这张牌既代表死亡，可是它也是一个重生一个新生的机会我们从死神的这个兜帽里头看到的并不是他的脸反而是另外一个光明的世界。Temperance 节制这是一位年轻的男子他就坐着背后呢有一对翅膀那他手里头一边是太阳一边是月亮就是象征的两个要权衡的相反能量。这是一个蛮直觉好懂的一张牌。The Devil 恶魔，这个恶魔他是一个傀儡师操控着底下这个人这个人看起来非常的懊恼，因为受到操控，所以他没有办法做自己也没有办法挣脱。那这个恶魔他的右手的手臂上呢有一个山羊的刺青山羊不管是在基督教世界或者是在希腊罗马神话里头，它都是恶魔的象征那同时它也对应我们12星座里头摩羯座那就是一个欲望的代表。The Tower 塔这个塔是一棵树那一样闪电击中了这棵树这个树就整个要毁灭了松鼠呢就没了地方可以去还有2个栗子也掉了下来几只蝴蝶也落荒而逃。The Star 星星，这个星星是一个少女，她很像牵引着这个风筝的线，可是上头呢并不是风筝的，是星星，或者是类似像气球这样的东西只是它发着光象征了她心中的那个希望还有她所向往的，不管是人事物也好。The Moon 月亮，这边有一黑一白2匹狼，
她对着满月在咆哮啊，一个少女她跌落水里，那皎洁的月光洒下来啊，映照在这个少女身上。The Sun 太阳，哇，这真的是一个金光闪闪的一张牌卡啊。这个少女呢站在草地上啊，她接收着太阳给予的能量啊，非常的朝气蓬勃啊，很有生命力。Judgment 审判，画面中这个女孩呢，看起来像是受到了上天的召唤啊，或者是感召。那这个仿佛就是她的灵魂啊，受到了洗涤跟启发。那带着这个重生的能量呢，女孩即将就要踏入她生命里崭新的一页了。大阿尔克纳牌最后一张 The World 世界，这个图中的这个女孩，她站在一个圆圈里头，这个圆圈呢是一条蛇所形成的圆圈。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圆圈里头，其实它也有生命种子的图案哦，呼应到第一章那个愚者啊，这也是代表愚者旅程的一个结束。接下来这个是 Minor Arcana 小阿尔克纳牌啊，这是权杖牌组的第一张 Ace of Wands。这位女孩她额头间燃烧着熊熊的烈火啊，非常的热情。Two of Wands， 这位少女她虽然坐在室内，不过她却是望着窗外。那我们从这个地球仪啊，还有这张图片可以得知，这个少女其实是非常向往到外面的世界去的哦。Three of Wands， 权杖3，这个少女她拿着冲浪板在等着浪潮，一旦大浪来了呢，她就可以迎向大海的怀抱。Four of Wands， 权杖4，这两位少女呢，她们非常愉快的在跳舞，来庆祝他们家园的落成。Five of Wands， 这个画面它并不像我们传统韦特里头，是5个人拿着权杖在斗殴的样子哦，反而是呢，这个权杖变成了好像非常难走的路。那这5个人呢，他们争先恐后想要去取得他们头上这把火。Six of Wands， 聚光灯打在这个少女身上哦，那她的成功的表演呢，获得热烈的掌声。在这个权杖上面还挂着一个桂冠代表就是一个大获全胜。Seven of Wands， 因为女孩她正在打坐，那这个泡泡里面呢，这就像她所观想的一个世界前方有7个权杖在指向着她。Eight of Wands， 权杖8，这8根权杖呢，它非常急速的往天空挥舞，那它象征的就是一个快速的移动，或者呢是一个远行。Nine of Wands， 权杖9，经过刚刚那个权杖8的远行之后呢，这位少女她杵着一把燃烧中的权杖，那另外8个权杖围成了像攀林这样的东西不确定她是否已经到达了终点，或者是前方已经无路可走了。Ten of Wands， 一位少女她提着皮箱，然后这像是牦牛还背着行囊，他们已经走过了好长好长的一段路那么目的地就在不远的前方了。Page of Wands， 权杖侍从，这是一位青春洋溢的少女她正在挥洒她的热情与活力。Knight of Wands， 权杖骑士，这位少女她所打的鼓呢，都已经起火燃烧了那就是一个过头的热情甚至于到了冲动的地步。那后方这匹马也是脱缰的状态。Queen of Wands， 权杖皇后，权杖皇后她坐在一个垫子上，前方有一只猫，
周围呢有许多蜡烛，他手里发出的光芒就好像是四色的热情。King of Wands 权杖国王，这个权杖国王呢，他是一个成熟的男性，后面跟着一头狮子哦，这表示他内心的一个力量。那不论是刚刚的这个权杖皇后啊，或者是权杖国王，他们都是代表着就是成熟的男性跟女性哦。那因为经过了生命的洗礼跟历练他们已经能够控制住心中的那股力量跟那把火。接着这个是圣杯牌组的第一张 Ace of Cups， 这看起来像是一位女性，她手里握着圣杯摆在胸口那圣杯里头它盛装了水，并且是洒溢出来的，这就好像我们心中所流露出的感情一样Two of Cups 圣杯2，我真的不得不说这张牌设计的非常非常好，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地步我们一般都说圣杯2它就是小恋人牌，所以这是一张跟感情非常有关系的一张牌卡那在图中呢，我们看到两只手，它是十指紧扣握在一起那因为看不到人，所以其实这也给我们无限的想象我们不晓得这两只手，他们是否是同样的人种或者他们的年龄是如何，也不晓得甚至于他们的性别我们也不知道。不过从这两个杯子它所映照出来的这个彩虹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这张卡就在告诉我们，爱情它完全是不分年龄不分人种，甚至于也不应该有性别这样子的判例Three of Cups 这三个姐妹淘，她们一起应该是前往远方在天空中，这个是北斗七星的勺子的部分那他们站在一个薰衣草原里头他们正准备的要去庆祝狂欢Four of Cups 圣杯4，经过刚刚的狂欢之后呢，这个少女她内心觉得空虚贫乏她即便有一个人呢递给了她一个装满了水那也是充满了情感的这个圣杯，但是她还是心不在焉望着别处。Five of Cups， 这位少女她的神情非常哀伤这4个杯子里头的水呢，就已经流进了这个无底的深渊里头。不过她其实只看到她所失去的这些，她没有注意到，或者是她根本忘了，她手上还有一个盛满了水或者是盛满了宝藏的杯子Six of Cups， 这不论是这小孩，或者是这只小狗一路一起相伴成长两位都长大了那不变的呢，就是他们之间坚定的情谊。Seven of Cups 圣杯7，这是7个倒盖着的杯子圣杯那有的圣杯呢，它里头可能是毒蛇猛兽，那这个人他必须要做出一个抉择，到底哪一个杯子底下才是他想要的宝藏呢？Eight of Cups 圣杯8，这个少女呢，她刚完成了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呢，其实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文化里头都有这样类似的仪式这个少女她拿着一个可能是碗或者是一个盆子那她烧掉了一些可能垃圾子屑等等通常就是西方他们有些地方呢会在过新年的时候那就是完成这样子的事情，这象征就是说他们把过去一年里头的可能是不幸或者是厄运就让它跟着水流走并且把它就烧掉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少女她望着的前方呢，那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崭新的希望这个也让我想到泰国有一个节日叫水灯节。那这个水灯节呢泰国人也是会在水边进行一模一样的仪式，那这个仪式呢也有着相同的意义。Nine of Cups 圣杯9，
这位女士呢，她经过了努力之后，终于获得她的宝藏但是我们从她胸口散发出来的这个光，可以知道，最让她感到富足的，反而不是这个物质上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富足那她就好像在水里的样子。Ten of Cups，通常这张牌它表现出来的都是一个和谐、完美幸福、快乐的家庭。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对女生她就坐在彩虹所编织的这个吊床上面。那他们的孩子就在水边开心的玩耍着10个杯子也是彩虹的颜色这一样也是象征了没有性别藩篱的深厚的感情Page of Cups，一位年轻人，他坐在岸边那他想的是什么呢？一个非常天马行空的一些想象他想要获得一个爱情那他的脚呢小腿以下却是飞到了天上代表他不够实际然后圣杯上面还有一只长着一对翅膀的猪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活在自己幻想里头的一个人Knight of Cups， 圣杯骑士，这是一个多情又浪漫的白马王子他手里有一把玫瑰花在这个野餐垫上面呢，除了食物之外，还有情书这真是一个多情的男孩Queen of Cups， 圣杯女王，她好像坐在水中那这个水面上浮着一个圣杯那她是一个充满了感性成熟的女性King of Cups， 这也是一位成熟的男性他坐在水面上这个非常符合就是圣杯它是水元素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它底下呢还有一些水生动物有鱼海星那它跟圣杯皇后一样就是在经过了成长之后呢，他们虽然心中是充满了情感不过他们已经可以就是自若的去收放他们的情感，而不是受到情感的影响接下来这个是宝剑牌组第一张 Ace of Swords，在这副牌里头呢，它的宝剑并不是真的宝剑它反而是用乌鸦来取代。那画面中这个女孩呢，她头上有一个螺旋形的阶梯那这个螺旋形的阶梯呢，它仔细看其实也很像那个海螺那个黄金比例的样子这个黄金比例的图腾呢，也是神圣几何的一个图腾那除此之外，还有无限大的符号那这个是卡巴拉生命之树那在这个少女头上的这个梯子呢，射出了这个光芒就代表宝剑呢是我们的思想或者是一个理智这样的意思。Two of Swords， 这位少女蒙上了眼睛那乌鸦呢，两只乌鸦它拉扯着少女的头发好像她已经失去了方向并且也与外界失去了连结Three of Swords， 这张撕心裂肺的一个牌这个少女她无声的呐喊那她的心都已经千疮百孔非常非常受伤的一张牌Four of Swords， 在少女受伤之后呢，她必须得好好的休息必须得好好的疗伤，所以呢，她就安静的躺在一个好像鸟巢一个窝里头Five of Swords， 宝剑五，这是一张冲突并且又失败的牌有4只乌鸦呢都已经飞向了远方的这个人只剩下1只乌鸦停在这个男人的肩膀上那同时呢他看起来也非常的懊悔
或者是非常的罪恶感等等。Six of Swords 宝剑6，这个少女呢，她手上提着行囊那乌鸦就是牵着她所搭乘的船她要离开她伤心的地方重新到一个国度去展开她的新生活。Seven of Wands，就像一个小偷他偷了东西，然后非常鬼鬼祟祟的要逃跑手里还握着一把短剑。他以为他成功了，可是其实呢，这个乌鸦都在叫着这是一张欺骗隐瞒这样子的牌。Eight of Swords 宝剑8，这个少女呢，她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事，不过在镜中的她却是受到束缚捆绑的那很有意思的是，这个镜子里头呢只有4只乌鸦，那另外4只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少女的背后没有画出来那这张牌呢就是一个停滞不前、受到束缚的牌。不过这个束缚非常有可能是自己给的。Knight of Swords 宝剑9，这就是一个午夜梦回、挥之不去的梦夜少女她没有办法安稳的睡着她可能想的是过去的已经不在的人事物那么乌鸦呢，这里也好像有一个是幻影般的不是实际上的这就是一个经历了一些痛苦，然后没有办法忘怀的一张牌。Ten of Swords 宝剑10，少女呢看着遥远的地方那顶上这10只乌鸦呢也即将要飞走这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结束无奈，但是也不能怎么样。我只能说看到这边，整个宝剑牌组就是一个心很累的牌组Page of Swords 这是宝剑侍者。宝剑侍者呢，他手上拿的这个电灯泡就像气球一样那他正在走一个非常危险的路这个路就是宝剑一把宝剑所形成的假如他一旦失去了平衡立刻就会掉入悬崖里头。Knight of Swords 宝剑骑士。宝剑骑士是一位年轻人，他背后背着一把十字弓朝着他的机车奔跑这是一个有明确目标并且充满野心的年轻人。Queen of Swords 一位成熟并且充满智慧的女性，她手里握的也是一把武士刀那这个旗杆上面这个旗子呢就是风元素的符号我们一起来看这个 King of Swords 宝剑国王宝剑国王跟宝剑皇后一样，都是代表成熟并且理智有智慧的男性跟女性在这个宝剑国王呢，这个左下角这边还有一只猫头鹰这是智慧的象征最后一个牌组金币牌组第一张 Ace of Pentacles 这对双手呢就捧着金币，那在金币底下呢像是植物的根上面发着嫩芽这代表我们对物质金钱一个追寻的开端。Two of Pentacles 金币2这个少女她一手拿着包包，另外一只手这个包包看起来像是虚幻的这是她的遥想的一个目标或者是她的梦想她正在思索着她该往哪里去，她该怎么做才能够去获得她所想要的呢？Three of Pentacles这是一个互相合作的牌有3个人他们要共同完成这个旗帜这个男人他握着旗杆那另外一个负责编织，那中间的这个呢他则是负责图案的设计
Four of Pentacles，这个少女呢，她看着远方的这个村子哦，这个村子非常的贫穷哦，这应该也是她居住过的地方。不过现在呢，她已经脱离了贫困啊，那她非常害怕啊，她会失去她努力所得到的，所以她把她的这个皮包紧紧的抱着啊，那甚至于呢，吝啬的不愿分享啊。Five of Pentacles，这位穷困潦倒的少女啊，她非常饥饿又寒冷啊，坐在地上，但是她其实没有发现，她只要拿着这把钥匙，就能够开启这扇大门啊，然后通往呢她想要去的地方。Six of Pentacles， 金币六。这个金币六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给予跟接受的两只手这边背后呢有一个无限大的符号，这也象征就是说，当我们接受了别人的帮助，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变成这个付出的角色，那让这个就是帮助也好啦，或者是爱也好，一直不断的传递下去，然后发挥它最大的能量。Seven of Pentacles， 金币七。这个男人他在照料着一株植物，他不晓得说底下呢会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7个金币所以如果我们不要因为这个植物呢看起来好像还不是长得很大，不是很结实就放弃它反而是继续的照料，那有一天它也会长成参天大树的Eight of Pentacles， 金币8。这位女士呢，她坐在椅子上，前方呢有许许多多的物品她就像已经掌握了熟练的技术或者是一些技能可以轻易的解决她的面对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工作上面的难题。Nine of Pentacles， 金币9。这位女士呢，她不仅在她自己的花园里头那也很愉快的，就是跟她的宠物玩着。这是一个不仅是物质的富足也包含了一个精神的富足的状态那当然，这一切的不管是物质也好或者是她的高品质的生活也好，都是她自己努力得来的。Ten of Pentacles 这是金币10。这是一个和乐融融的家庭他们幸福美满之外呢，那他们的物质也不缺乏有很多的金币还有一只宠物。最上面这个金币呢，就是卡巴拉生命树这是代表一个圆满的生活条件。Page of Pentacles， 金币侍者这个少女呢，她手中拿着硬币那单脚独立站着要试着取得平衡。那这就像一个还未有经验的初学者正在自我锻炼。Knight of Pentacles， 金币骑士这位骑士呢，他并没有骑在马上反而是踏着稳健的步伐那在草地上行走。这个金币呢，就是不断的滚动出来他朝着他的目标前进打算呢要能够去建造他的物质上的一个富足跟安全感等等。Queen of Pentacles， 金币皇后这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女性她就像贵妇一样她的手里拿着金币头上这个树呢是非常的茂盛的即便她的头顶呢也带着这个翠绿的枝芽最后这个King of Pentacles 就是金币国王，这也是一个成熟的男性这两张同样就是都在享受着他们努力之后的生活品质很好的一个成果然后他们呢因为生活条件很好了，所以呢
不仅在物质上包含他们的精神，也获得了一个最大的满足。那到这里呢，这副 The Light Seer's Tarot 光之觉者塔罗牌介绍就完成了。如果你问我说这副塔罗牌有没有什么缺点啊，有什么或是什么瑕疵啊，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评断它，因为我真的是非常喜爱这副牌哦。那如果真的要说的话，真的要挑一个问题，一个毛病，那应该就是我没有买到它的全球限量版。好，那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这副牌，它不仅是真的画风很美丽之外呢，它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怎么讲，就是强调性别平权甚至于多元的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在人物牌里头呢，其实女性的比例不少而且在爱情的表现上呢，也是非常的多元哦。那我相信我基于对这副牌这么的深爱呢，它会立刻成为我接下来时常使用的一个塔罗牌的哦。好，那如果你喜欢我这支影片的话呢，那就欢迎你帮我按个赞哦。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那赶快按下右下角这个订阅按钮，并且把我的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跟家人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下一次的影片再见喽，拜拜。